好，接下来有关于中东的战事，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美国跟伊朗现在持续的在对峙，而且已经被逼到一个快要到临界点了。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的各种武器都已经摆出来，大举的压境哦。那白宫也放话，这1、2天内就可能会正式的来动手。重点是包括了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内部它的披萨指数也不断的狂飙，在此刻呢，川普再加码，他说还有一支除了林肯号之外，已经在中东了，还有一支美丽的舰队，川普说正在航向伊朗。我们现在来看，把这个武器也摆出来，包括了美军跟伊朗各自寄出了哪一些武器。林肯号打击群之外，还包括了各种的运输机，包括 F-15E 等等，还有 F-16等战机都已经摆出来了。再来就是 B-2 轰炸机这一系列，美军现在蓄势待发，伊朗。我们赶快来看到，除了这个弹道还有防空飞弹2000枚之外，年产能更是可以达到3000枚的飞弹，还有各种的飞弹都已经寄出来，无人机、无人艇，甚至是这个狼群快艇会做饱和攻击，还有它的智能化的全监控的系统，全部都已经摆出来了。节目一开始，赶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传出美国说的哦，在中东的事情，他们可能1、2天内就会动手，再加上披萨指数不断的狂飙，已经进入开战倒数了吗？第2艘航母，川普说的美丽的舰队是否也很快即将到达中东？委员怎么看？美国要这个时候攻打伊朗，这个几乎是美国最好的时机。如果闪过这个时机，机会不大，因为现在是伊朗最脆弱的时候。它的通货膨胀啊，它的货币贬值，它的物价高涨，使得老百姓对于整个哈梅尼政权失去了信心。虽然哈梅尼政权使用革命卫队，用最残酷的方法杀害老百姓，然后来稳固政权，但是这个比清朝末年更糟糕，因为他经济问题没办法解决，老百姓过不下去。今天起义被你压制了，隔2天再起义，你看永远压制不完。所以这个政权是已经到了最脆弱的时候。那再加上他的民选政府跟他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基本上是互不信任啊，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要打击伊朗，它基本上不是去占领领土，它基本上的目的就是要以斩首行动来除掉教士集团的头目，大概有30个，那除掉革命卫队的头目大概有50个，再加上有10个导弹机的弹药库，总共加起来大概90个目标。要除了这个90个目标，1艘航空母舰不够了啊，要至少要2艘以上。那现在会开战，也要等到2艘齐备，再演习训练一段时间，跟委内瑞拉一样，委内瑞拉那个菜的国家，它都布阵演习了好几个月，所以它可能会演习一段时间，让这些飞行员熟悉领空的控制、防空导弹的运作哈。再来就是说，情报到底收集好了没有？委内瑞拉当时在维也的时候，也是在收集情报，哪一些人可以收买，哪一些人必须打击，哪一些人必须背革，这个情报要先做好。那但是对伊朗来讲，不只要做这个工作，还要了解到他要打击的90个对象到底精准位置在哪里。简单，哈梅尼到底藏身在哪里？如果哈梅尼藏身在地窖里面，我要用什么武器直接把他炸死在地窖？这个都是在规划、参谋作为的运作。那如果情报不灵呢，他当然就不会开刀了。如果情报很灵，就像说马杜罗这个美国已经是连他的卫队的队长都收买了，他就很有信心，知道他人在哪里。那也知道说革命卫队会配合，不是他的守卫队会配合把他的古巴的警卫给干掉。那这个都部署好了以后，他当然就出击了。那现在这个川普就是重施故技。所以部署这些飞机、这些导弹，当然伊朗也不是无下阿蒙了但是可是问题是以伊朗的实力要达成反击的能量，我个人认为差距太远了。所以伊朗说有多少导弹啊，或者东西，那个吹牛的成分比较多。他说蔡总你怎么说伊朗吹牛呢？他不是打击到以色列吗？是的，以色列是假设不被攻击为原则，可是他被攻击的时候，伊朗的精准度显示有问题的那对于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被攻击啊？对，那我们正在看看有史以来第4航空母舰被攻击会长了什么德性啊？是。那如果美国航空母舰被攻击的话，那
东方某小岛人就要闭嘴了啊，基本是闭嘴了啊，因为连伊朗那么菜的导弹都能够打得到，那伊朗动不动吹牛它有高超音速导弹，绝对没有了。现在全世界战场上唯一出现的高超音速导弹只有俄罗斯的增速导弹，数据上被确认的。那伊朗绝对没有，为什么绝对没有？因为它没有固态液体的燃料啊，它没有固态燃料，它怎么做出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觉得伊朗啊，可能还在加油啊。所以3000枚飞弹，都是地对地的，要打这个在海上目标，可能还有待检验。好，所以持续这个一样的问题，也请教将军。刚刚讲到说，有没有可能伊朗去打美国的航母？因为川普也说了嘛，现在除了林肯号之外，另外一艘航母也即将要抵达中东了。那么，包括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如果进行饱和攻击的话，他会选择航母，还是可能会打美军基地或以色列？如果打航母，当然这威慑力会比较高嘛。从2战之后就没有这样子的事情过。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川普很明显的哈，他只是想要借军事的压力哈，对伊朗来施压，逼着伊朗再回到这个谈判桌上面哈，谈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要求伊朗要这个解除他的核子浓缩铀的方面要解除掉哈。第二个来讲，要伊朗撤除他的导弹，因为这2样东西对以色列是最大的威胁哈。但是我觉得川普只是他会不会真的想动手？我觉得他就算他想动手，可能五角大厦那边会给他提供一个忠告，这时候动手不是很好的时机。我们从几件事情来分析。第一个，我们上次看到美国这个对伊朗动手啊，它是最少它都部署了双航母哦。那这次对于伊朗这种中等的强国，你现在只有1艘航母在那边林肯号，那川普在那边吹牛了。他说还有一支美丽的舰队，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哈，这个美国的所有航母现在目前在部署中的有3艘哈，就是这个林肯号，另外还有华盛顿号哈，还有福特号，这都已经部署了，一个是在横须贺港，一个是在这个委内瑞拉那边哈，另外在作业中也就可以部署的只有2艘哈，这罗斯福号跟布希号，可是他们现在的位置分别在美国的东西两岸。太平洋跟这个大西洋，那如果说要过去是可以，可是最少以现在来讲的话，从这个不管从大西洋到达这个阿拉伯海哈，最少大概我认为最少10天以上的时间才到得了。另外有2艘是已经在部署完了以后，在阿兵哥在休假哈，那2艘是李米兹还有卡尔文森号，另外还有3艘哈是已经在大整修的，有3艘雷根号、杜鲁门上次在这个中东那边哈被炸的，我想大家都知道撞船的那个还被这个他飞机还掉到海里面，还有1艘是艾森豪威尔号。这都在整修之中，所以说美国能够动的航空母现在只有2艘，这2艘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往这个中东地区运动。那第3个理由，我认为说是美国川普现在还不太可能动手，当然就是海湾国家不认同哦，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他们很怕伊朗对他们油田来做攻击，他们倒不是不支援美国，而是他怕他的油田被攻击。如果伊朗猫起来打的话，哈，这个不分青红皂白，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个遭受池鱼之殃？所以这2个国家他就不愿意美国借用他的，你们打你美国自己去打，但你不要用我的领空，不要用我的基地，以免我遭受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伊朗可能打美国打不赢，但是打我的油田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看美军哈用兵这几次的用兵都是速战速决哈，他不管对委内瑞拉1天结束，上次去打伊朗也是1天哈，这个 B2 轰炸机飞进去。轰炸完以后，这个就当天就出来就结束了，他绝对不会陷于一种持久战。我觉得美军有他们的智慧了。那这次如果说是你不能在这个速战速决而陷于一种持久战的话，就算是你可以把伊朗打到这个伤残或怎么样，可是问题是说你自己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尤其是说你要担心这个伊朗。他不管他的无人机或者导弹再怎么样，对以色列、对你美军，甚至于对你的航母战斗群
都是很大一个威胁。那这个日子久了，时间拖久了，对美军来讲是不利的。是好，美军要不要动手，这考量到要非常多的条件。那当中，刚刚厉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就是有关于沙乌地跟这个阿联酋这一次不愿意借他们的领空，除了是油田的原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等一下请赖老师来帮我们看。那川普为什么这一次再派另外一艘的舰队前往中东，是代表现有的军力兵力还不够，可以镇压伊朗的意思吗？赖老师又怎么看？伊朗的国土面积很大，人口很多啊。那你要去轰炸伊朗的话，最好的距离位置除了巴基斯坦，还有这个阿富汗啊，是在伊朗的东部啊。另外在西部里面有伊拉克、有阿联酋、沙特啊，在北部有土耳其。如果你要去轰炸这个德黑兰，你要去轰炸这个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那你当然要使用这些军事基地是最方便的。土耳其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土耳其这次已经很明白的说不可以使用我的军事基地，我的领空也不开放。阿联酋跟沙特也做同样的一个表示啊。那现在只剩下一个卡达的军事基地，可是卡达它距离伊朗很近，伊朗的中程的弹道导弹是可以攻击摧毁到这个卡达的军事基地，所以在对美军来说的话，已经把卡达的空军的军事基地的眷属跟非必要人员已经撤离了，留下的就是战斗人员。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要维护这个最近的空军基地的安全，所以它的萨德系统跟这个有关于这个爱国者导弹都已经进来这个保护。可是问题就在于，那你要从哪些地方来去对于伊朗进行攻击？现在被局限在只剩下在阿曼湾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阿曼湾这个地方，也就是伊朗的西南部，这个对于伊朗境内进行攻击的话，一个航母战斗群就不够了。因为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个空军的连队，是88架的战机左右，包括空中预警机、电战机。例如说，它有2款的 F-18，一个是咆哮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 F-18的强攻机。那另外当然它还有隐身战机在里面，可是这样还是不够，怎么办？他也把这个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也就是可以装这个鱼叉导弹的这个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也都派过来了，潜舰也进来了，因为潜射也可以用鱼叉导弹来对于，尤其是对伊朗进行巡弋的攻击还不够，所以一个航母战斗群再拉过来，就等于是有2个空军连队，这样的话就能够构成至少100多架。170几架战机，如果再加上地面的军队的话，200多架战机才能构成足够的威慑力。目前美国的军方，特别是太平洋舰队的军方官方的，他已经宣布，他证实了，在上个礼拜1月21号的时候，从圣地亚哥，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本来的驻守的地方是在圣地亚哥，他已经离开母港了。离开母港已经开始进行演练了，所以他开始往中东的地区来移动。但是问题是具体的位置在哪里，他们不说。那是在1月21号，由太平洋舰队正式宣布，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进入演练。那如果说以1月21号，现在是1月29号的情况来看的话，所以川普所说的另外一个航母正赶往这个基地。赶往伊朗的阿曼湾，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也就是说，即将快要到达了这个阿曼湾，那这样就构成2个航母战斗群对伊朗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态势。目前大家很早我们就推断了因为当时就已经推断，攻打伊朗，刚刚蔡委员有说，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战力是不够的，一定要2个航母战斗群。那原本我们就推断，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的可能性是最高的。那以太平洋舰队的宣布、官方的公布来说的话，他们在上个礼拜就已经离开了，已经开始演练，然后不说它的具体位置，我们就合理的推断，确实这个川普所说的2个航母战斗群赶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这过2天它就出现在阿曼湾。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伊朗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火力的一个打击。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军事火力的打击的态势，可以造成一种军事上的一种我们叫做极限施压，来逼着伊朗跟他进行谈判。是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讲，施压到一个程度，如果伊朗还是不谈判，那伊朗也采用针对性的一个方式跟你对抗，对于川普来讲，这个就赌很大了。所以我们看到股市最近波动很大，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川普会不会再一次的塔口？如果川普后来发现打起来，股市、油市那个重大的挫败，然后金价又往上飙涨，那还得了啊？那这个大家逃离美国的话，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会不会川普考虑到他的股市的震荡的问题，那干脆就这个高压的态势也被识破了，那也打不下去，就不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塔狗就典型贴在这个川普的脸上了。可是如果一打的话，我们保证油价绝对会涨，对，股票绝对会跌，对，那这个会造成美国跟很多国家的动荡。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每周